我们去 Austin 看房啦！大家都说西雅图是小硅谷 ，Austin 是下一个西雅图，所以我们圣诞节前特地去 Austin 感受了一下这个城市。那今天我们就全方位对比一下西雅图和 Austin 两个城市，看一下你更喜欢哪个城市，哪个城市更适合你居住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TC。大家好，我是思伟，可以叫我小秋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我们2021年开始买投资房做短租，现在我们也开始看一看，除西雅图之外，有没有价格更合适的投资房可以考虑。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北美不同的城市，他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哪里更适合居住，哪里更适合买房。那我们两个一直觉得 Austin 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，大家也知道他们在过去几年房价涨得飞快，已经快要赶上西雅图了。我们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，所以圣诞节前就去 Austin 玩了一玩，逛了一逛。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城市的利和弊，看看哪个城市更适合你。那首先我们两个来分享一下，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城市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点。我觉得有2点对我来讲比较重要，一个是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，这个就包括了这个城市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公司啊，主要是一些什么样子的领域啊，以及它的房地产的价格是什么样子，它征收的税收多不多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经济这个范畴之内的考虑。另外一点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城市的适宜居住程度，这包括这个城市是不是安全，它的 location 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，对于华人来讲，饮食的 option 多不多，然后它回国方不方便，这些方面对于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考虑。那对于我来讲，城市的两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它的灵气和它的气候。灵气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见仁见智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一个很需要水的人，我就希望城市里面有山、有小溪、有河流，给人一种很滋润的感觉。包括它城市里面有很多绿色植物，有树，有公园，让人可以随时和大自然接触。而气候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温暖一些，有阳光，让自己的心情不是这么的沉闷。那结合我跟 TC 两个人比较关注的4个点，包括了经济、舒适度、一个城市的环境、它的灵气和气候。我们今天分别从这4个角度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西雅图和 Austin 这两个城市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先讲自然环境吧。自然环境这个点比较简单，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水和绿色植物。西雅图当然在这一点上是排名非常高的一个城市，它面向大海，是一个海边城市，城市中心也有各种河流、小溪，基本上开车10到15分钟你都可以走到一个河边、海边，可以欣赏海景、湖景、河景。它的水分大家也知道非常充足，从10月、11月开始就要下雨，一直下到隔年的5月份。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城市。而 Austin 虽然在德州，你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城市，但其实它整个 downtown 也是被一条河流给贯穿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从地图上看，它旁边的那条 Colorado River 就像一条龙一样游走在 Austin 的城市旁边。所以我觉得整个 Austin 城市也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城市，强烈推荐大家点进地图看一看旁边的 Colorado River， 就感觉是一条气势磅礴的龙，充满了灵气。然后这次我们还去了那个 river 旁边有一个 restaurant， 然后可以看见那里的 river 以及那个 sunset， 然后非常美，去吸收大自然的精华，采集天地间的灵气。但是 Austin 城市相对西雅图来说肯定是比较干旱一些，它街边的绿色植物其实还挺多的，但可能都是比较热带地区的自然植物，所以从雨水、从绿色植物方面可能占了一些弱势，但是它的龙实在太强了，所以从灵气这一点，我给2个城市分别5颗星打平。那经济方面呢，我看3点：就业、税收以及房地产。这3点其实这2个城市都还挺相似的。比如说就业方面，这2个城市主要的就业都是由科技公司提供的，我对这个科技行业其实也是很看好的，所以我觉得长久来看，对于这2个城市的就业发展，我觉得是非常看好的。对，各大厂都在往2个城市慢慢的移动，其实西雅图已经密布了各大科技公司，对，而最近 Tesla 又搬去了 Austin， 各个大厂也开始在 Austin 设立分部，所以说其实2个城市在就业、在科技公司方面
Austin 还是都很有潜力。第二个在税收方面，那在税收方面呢，我主要是考虑这个州有没有 income tax， 而西雅图 Austin 所在的2个州 Washington State、Texas 都没有 income tax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每个月的工资单上你会少需要交5%至10%的税。全美总共有9个这样子没有 income tax 的 state， 包括了华盛顿州，包括了 Texas， 然后也包括 Florida、Nevada， 都是值得考量的地方。所以西雅图和 Austin 在税收方面是打平的。那第3方面呢，就是房地产。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考察，我们发现西雅图的房地产大概比 Austin 的高大概50%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一个同样大小，然后同样类似地区的房子，西雅图的价格会比 Austin 大概高50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 ，Austin 是比较 affordable 的 compared to Seattle。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虽然 Austin 的房子比西雅图的要便宜 ，Texas 的 property tax 却比华盛顿州要高很多。华盛顿州 property tax 几乎是全美最低之一，只有0.92%，也就是说，每年相对于你这个房子的价格，你只需要交0.92%的 property tax。而相对来讲，德州是要达到2%至3%的，所以说你在 Austin 买房，你每年所多需要交大概1%、2% 的 property tax compared to Seattle。这样对你的月供其实来说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增长，也就相当于100万的房子，你在 Austin 每个月多需要交大概1000至2000的 property tax。compared to 如果你在西雅图买100万的房子的话。所以说你在买投资房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认真的考虑这个房子对你来说 cash flow 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 cash flow 对你很重要的话，当然如果你比较看重它的增值的话， Austin 还是有非常大的增值空间的。Austin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新房很多都只卖给 primary owner， 只卖给自住，不卖给投资者。如果你想要在那边投资新房的话，可能需要多找几个 community， 看他们还有没有投资的限额，而这个限额据我们了解还是比较难拿到的。投资者大部分会在那边买二手房。对我们2个来说，我们2个都是比较喜欢买新房的，因为想省麻烦，不想要去修这个修那个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买投资房，可能要把这个考虑进来。所以在房地产方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 Austin 略胜一筹的。即使它的 property tax 比较高，但是它真的比西雅图要 affordable 很多，增值空间也会大很多。所以总的来讲，从经济方面，这2个城市真的都非常 strong， 很 strong 的就业环境，税收很低。但是 Austin 在 property 方面真的比西雅图更有潜力一点。所以我觉得在经济方面 ，Austin 是比西雅图要略胜一筹的。那我们就给西雅图4颗星 ，Austin 4.5颗星。那第3点，我们来看一看气候吧。其实我们想看看外面的城市，外面的房子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西雅图下雨真的下太多了。它每年从10月份到5月份，几乎天天下雨。每年只要到11月份左右，我就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抑郁，就想着要出去玩。所以我们也很认真的想看看外面的城市有没有更好、更适宜居住的地方。那 Austin 它跟西雅图刚刚好相反。它其实秋冬春3个季节，从温度从阳光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它比较惨烈的应该是夏季，夏季3到4个月，每天温度都非常高，可能晒到你不想出门。我们这次去 Austin 看房，那个中介小姐姐就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考虑在 Austin 买房，一定要在5月至9月来 Austin 住一段时间，感受一下 Austin 的 heat。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5月到9月，我们搬回西雅图，感受西雅图的天堂。然后等西雅图开始下雨了，我们就可以去 Austin 住几个月，躲一躲西雅图的雨，感受一点阳光。我觉得西雅图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纬度比较靠北，它跟中国城市哈尔滨的纬度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它冬天天黑的特别早，基本上每天3点4点下午就天黑了，早上8点钟天才亮，所以你会觉得每天就是披星戴月的，哪怕你其实也就是8点到5点，但是完全就是黑的，完全感受不到阳光。每天买一个 Happy Light， 假装是一个阳光放在桌上照着自己，让自己可以开心一点点。对，所以在西雅图的人们很多人都吃那个 Vitamin D 嘛，因为没有什么阳光嘛。但是冬天西雅图真的很差，也导致了夏天西雅图真的很好。因为它每天天亮到晚上9点10点，从6月到9月基本上每天都不会下雨。对西雅图感兴趣的小伙伴，你应该11月到3月来感受一下它最差的地方，而对 Austin 感兴趣的，应该6月到9月去感受一下 Austin 最差的地方。你坚定了这个决心，才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下去。那因为西雅图的雨季比 Austin 的旱季要多了至少3个月，我们从天气方面，我们就给西雅图3颗星， Austin 3.5颗星。那第4点就是这个城市的适宜居住度了。对于华人来说，这个肯定包含了有多少中餐馆，有多少华人超市，吃住玩有多方便。
那这一点其实西雅图是非常占优势的。西雅图的华人已经非常的多了，因为各个科技公司已经在西雅图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很多居住的区域都已经被华人占领了，华人餐馆、华人超市都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并且西雅图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就是它开2个小时的车就可以开到温哥华。去过温哥华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温哥华的美食，我个人认为是在北美排名前3的。作为一个在温哥华居住过4年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到北美各个城市，甚至到纽约都没有让我觉得吃的特别爽的感觉。在西雅图开了一个 Happy Lemon， 排了超级长队，我都非常困惑，很多在西雅图排长队的餐馆，在温哥华根本是不值一提的餐馆。而 Austin 在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，我感觉华人还在慢慢的涌入，它这些建设可能会慢慢的起来，但从现阶段来说，西雅图在华人适宜居住度方面还是占很大的优势的。从回国角度来说，西雅图的地理位置在美国最西北部，也就是说它回国其实很方便的，大概飞机也就是10个小时可以直达上海、北京。然后从旅游角度来讲，西雅图离夏威夷还挺近的，然后西雅图上面有温哥华，下面有波特南，然后它飞加州也就是2至3个小时的飞机，所以总的来讲，从旅游角度，西雅图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方便的。在 Austin 的话，可能就会去墨西哥、去东部比较方便，但确实从回国的角度来说，西雅图又占了太大的优势了。一个直飞回去，对比从 Austin 可能你要转机，转1次机、转2次机，机票也会相对贵一些。对于要经常回国的小伙伴，这方面就会比较不方便了。从安全角度来说，西雅图和 Austin 都是非常安全的城市。西雅图我们一直有感觉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除了个别区之外。至于 Austin 呢，这是我们去 Austin 吃饭的时候把包落在了当时的 restaurant， 然后1个小时之后我们回来拿，然后也顺利可以把包拿到。所以整个感觉就是说这2个城市人文素质水平都是很高，然后都非常安全。总体来讲，那综合4点，华人的生活便利度、回国的方便程度、周边旅游以及城市安全度，综合我们给西雅图4.5分，给 Austin 4分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2个对于西雅图和Austin 2个城市的想法和观点。我觉得总的来讲，在我心目中这2个城市打平都是4分。西雅图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华人生活居住的一个地方，潜力还是很大 ，despite 这个 housing price 已经很高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看好科技业的发展的。然后 Austin 相对来讲华人会比较少一点，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居住，在现在这个阶段，但是它的潜力真的很大，所以我觉得综合来讲的话，这2个城市在我心目中是打平的，都是4分，很高。那在我心目中，这2个城市也是基本打平的。从灵气、从水分来说，西雅图是占一些优势，但这个优势又有利有弊。Austin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，不管从房价来说，从工作，从城市发展，从未来华人的 community 来说，我认为 Austin 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，而这种潜力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，让我非常想要和它一起成长。那我之前对德州有个刻板印象，就是一到德州就会看到各种穿着靴子的壮汉或者骑着马的牛仔，是一个非常阳刚的城市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在市中心酒店下楼就走进了河滨公园，就有很多绿化，周围的人也非常的和善友好，就感觉整个城市的能量非常的好。所以这次去完 Austin 之后，我们2个真的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，对它的印象非常的好。以后如果工作生活上有机会，我们也不介意去 Austin 住一段时间，生活一下，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这2个城市也是几乎打平，可能 Austin 占一点点上风。那当然我们2个都是没有在 Austin 居住过的，我们只是去旅游去玩了一下，所以我们俩的观点可能是非常片面的。我们也欢迎在 Austin 居住的你留言分享你在 Austin 居住的经历，也欢迎小伙伴们分享你对这2个城市的感受，你更愿意住在哪一个城市，或者你想让我们对比哪几个城市。我们也非常期待去探索更多的城市，来和大家分享不同城市的特点。那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话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咯，拜拜。小秋，你知道西雅图人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游客的吗？就看这个人打不打伞，因为西雅图下的雨都是那种连绵细雨，在西雅图真正居住的人是不打伞的，而真正只有游客才会打伞。或者就像 TC， 即使下雨，他也穿着不防水的衣服在外面，任由雨水淋湿他的秀发。